旧版还有新版的巴尔坦星人都有了，那么分身套装怎么可能 KO 不会翻出来呢？就这样3个版本的 KO 一共是5个巴尔坦，麦克斯奥特曼狂喜，好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这一个老版的 KO HF 巴尔坦呢是去年9月份出的，然而时隔了1年了，这一个才出货不容易啊。不过它出货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它给修复一下这一个旧版的问题再出货。不然的话，作为一个傲气最贵的海景房，这玩意儿可不便宜，一个没有运输盒的二手都要2500了。在这个普通版冰箱再版的巴尔坦出货之前呢，这一个更是要到了3000块。这一个盒子尺寸因为过于巨大，所以说呢不好运输，骨干和损了2个角。它的盒子正面尺寸呢几乎和一个 HG 高达的相当了，但是厚度呢和普通的 HF 是一样的。之前我也评测过正版嘛，然后一看网上把这个 KO 的预售放出来了，所以说就把它给卖了，只到了300，太亏了。知道300什么概念呢？这一套 KO 呢，券钱也就是不到300，实在是血亏啊。让我们打开看一下。我们都知道 KO 老版的这个巴尔坦呢，这一个钳子的轴设计是和弯带的一样的，就是用的和这一个胳膊肘关节是同样材料的一个桩。而新版的 KO 呢是改成这种合金桩。然后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分身套装呢也是一样的合金桩，并且这一个新 KO 和分身套装呢是一起出货的，也就是说是同一个厂子出的，没问题。这码二手曾经最贵的时候带运输盒是3500，现在是3000左右。KO 没有运输盒的话，价格是差了1/10不到，但是也要2张多了。万代这码是海景房，所以说它卖的贵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是3个主体，所以说这玩意儿也便宜不了。不过还好它的关节素质、造型、涂装什么的都是勉强可以的。而重量方面呢需要注意一下，不可能会和这个普通版的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本身都是硬塑料嘛。而这一个呢，它是用的这个透明件做的，材质不一样，所以说重量会不一样。重量呢是58克，这一个呢之前测过了嘛，是62克。这3款呢应该是用的同样的透明件做的，所以说呢重量全都是58克。而荧光效果呢，因为除了关节之外全部都是透明件嘛，所以说呢只要是没有被漆面盖住的地方呢都是可以荧光的。这一个分身套装呢毕竟是和这一个普通版的小龙虾呢是同时出货的，也是同一个厂子，所以说呢数字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其实要比这个要强上不少。之前我们上期视频呢是对比了这一个老版和这一个新版的全部的区别嘛，是全方位碾压这一款的。出现的关节插不到底以及关节松动的问题呢，全部都修复了，只不过是这一个胯部球形关节是偏松一些的，然后塞一些卫生纸之后就好了很多。但是呢，这3款呢，它是这一个腹部呢是都比这一个要紧实很多的，而且呢，它塞了卫生纸之后呢，也是没有这一个分身套装关节紧实的，这个腹部关节呢真是一点都不松动了。而且比起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普通版的小龙虾呢，这一个肘关节呢是能插到底了，这个一开始是没有插到底的。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一个新版小龙虾呢，它水口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水口的痕迹的。它这一次呢是切的非常的干净了，而像脚背这里切不干净的水口呢，它竟然是打磨的，看不到痕迹了。而最接近于普通版的这一个小龙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浑身的这一个界面色呢是做的非常漂亮自然的，你随便找一束界面色涂装呢都是涂的特别好的。真是不敢相信 KO 竟能把界面色做的这么漂亮，而且呢，就连透明件这里的界面色呢也是做的不错。而且我这一个普通版的小龙虾呢，应该是中奖说胶了，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个坑。而分身套的这3个呢，可以看到是都没有坑的，都是非常平整的。眼睛的透明件呢，并不是说它要做的多么通透，而是还原弯带的效果。弯带它本身就是这个蓝色的，是做的特别通透的。这2个呢都是有一些白内障的效果。几乎纯透明的这2分身呢，可以看到一个是透明蓝，一个是透明青，因为它彩透嘛，所以说会看到外面零件里面的这一个关节的装位，因为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说又能证明这一个透明件的效果是不错的。只不过每一个大腿这里都是有一道划痕，当然它们2个也并不是单纯的青色和蓝色的透明件嘛，它呢也是有这些界面色涂装的，是这个雾化银效果的。是腿部几乎没有这一个界面色涂装，而其他地方都是有的。它这个蓝色的呢是脚上几乎没有，而这一个青色的呢是脚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界面色效果。这一套 KO 的分身套装呢，比起万代除了这一个轴呢是改成金属是进步了一些之外呢，还有一个进步点，就是说关节方面呢，因为它要承受很大的力嘛，所以说要让它韧性更好一些，强度更大，所以说用的是和身体不一样的材料。所以我们平常玩的 HF 小人呢，这个关节会和身体其他部分呢会有色差，而且不会上涂装。因为关节用的那种材料呢是挂不住漆的，然后呢，万代它是这半边呢是用的和身体一样的透明件，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色差嘛。只有这么2块呢才是，这2块是受力的地方嘛，才用的是这种材料。而 KO 的呢是全部都是用的这种材料，这一块呢没有用透明件。如果说你这样做的话，会让整个关节呢和身体上的色差很明显。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说用透明件的话，就会像万代一样，我的万代就是这样的，胳膊肘呢全都碎了，就是说这一个零件呢这一块小的凸起呢是碎掉了。
，QU 的因为是用的正常关节的材料嘛，所以说呢是不会碎掉的，这一点就很好。可动方面呢也不用多赘述，和昨天看的这个普通版呢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一个腰部的关节是更紧了一些嘛。分身套的这3个我各绑完了一圈呢，感受就是说关节阻尼感呢是比这个还要更舒服一点。除了这一个青色的这一个膝盖是显得松一些，很明显的看到这下半截呢是明显的很松。除此之外呢，这3个的其他地方都是特别紧实的。就这样一圈看起来，它这一个整体的素质都还是蛮不错的。浑身上下无论是涂装还是关节什么的，都是不用进行任何修复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于它这一个左钳子，可以看到在身体内侧呢最顶端的这里有一条小小的缝，不太明显，但是也能看得出来是一条缝，没有合拢。而右钳子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套国产 KU 巴尔坦分身套装的情况。如大家所见，它精准爆破了玩带最贵的海景房，让我们雪松党也能玩得起海景房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